说他谈的这几个对象没有一个是处女，都不知道是处女是什么滋味。我怎么地儿？然后我有时候开个玩笑，我说我要不给你找个小姑娘什么的。这个女人叫谭贝贝，是一名怀孕9个月的孕妇。这个孕妇呢，为了给自己的丈夫找处女，假装肚子疼，诱骗17岁的少女跟自己回家，供自己的丈夫糟蹋。事后呢，还和丈夫一起将少女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孕妇为什么要帮自己的丈夫找小姑娘？在她的家里又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曾经轰动一时的孕妇烈焰杀人案。胡一轩17岁，黑龙江佳木斯人。这个女孩长得眉清目秀，身材也好，身高1.73米，体重不到90斤。胡一轩是华南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实习护士，她的性格活泼开朗，也非常的有爱心，喜欢小动物，收养了3只流浪狗和1只猫。胡一轩是一个热心肠，平时呢也愿意帮助别人。他实习的医院的同事都很喜欢这个热心的小姑娘。胡一轩的母亲也说自己的女儿平时非常的听话孝顺，非常的乖巧。2013年7月24日，胡一轩这天休息没有上班，由于一直在下雨，所以一直待在家里。胡一轩有一个闺蜜叫周畅，周畅呢很喜欢胡妈妈做的糖蒜。这天中午，胡一轩和周畅电话联系之后，约好了一会儿去给周畅送一些糖蒜。当天下午3点左右，胡一轩才出门。出门前呢，和闺蜜周畅电话联系过。监控显示3点08分，胡一轩走出了自己的小区。从胡一轩家到周畅那里的路程大概只需要10分钟。路上的一家粮油店的摄像头显示下午3点14分，胡一轩当天穿着碎花 T 恤和蓝色的牛仔短裤，挎着一只黑色的小包，手里拿着蓝色雨伞。这时呢，在路上，胡一轩看到了一位孕妇，而这个孕妇就是谭贝贝。孕妇说自己肚子疼，想让胡一轩扶她送她回家。胡一轩本身是一名护士，面对一位孕妇肚子疼，这位年轻的小姑娘也没有多想，就马上扶起了孕妇，同意送她回家。监控显示大约1分钟左右，胡一轩扶着孕妇再次出现在监控当中，这次的方向是从北向南折返回来。大概3分钟左右，林业大院的监控中出现了2人的身影，谭贝贝和胡一轩最终走进了4单元的楼道门。在胡一轩进入谭贝贝家不久，周畅呢就给胡一轩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胡一轩呼哧呼哧的喘气，应该是刚刚爬完楼，特别安静，他好像上楼呢吧，喘气儿吗？呼哧呼哧。与周畅通话前后，胡一轩还曾经给另一位微信好友发微信，微信聊天记录里留下了2句话。第一句话，送一个孕妇阿姨回家，第二句，到她家了。这是胡一轩在生命里留下的最后的信息。20分钟之后再次拨打胡一轩的手机，手机一直关机。根据谭贝贝被捕之后的供述，胡一轩进楼之后他将自己的雨伞放在1楼单元门旁，本来没有进入谭贝贝家里的打算。将谭贝贝送到门口之后胡一轩就转身想要离开，而这时谭贝贝的丈夫白云江从门里出来，一把拽住了胡一轩，非常客气地将胡一轩让进了屋里，然后拿了2盒酸奶，分别递给了胡一轩和谭贝贝。而递给胡一轩的酸奶的盒盖是已经掀开的，而且呢里面提前放入了迷药。3个人闲聊了一会儿，等胡一轩将酸奶喝光，没一会儿他就失去了意识。丈夫白云江看到胡一轩晕倒，十分的兴奋，将胡一轩抱进了卧室，而他的妻子谭贝贝就在屋外等着，无动于衷。丈夫白云江将胡一轩的衣服褪去，发现小姑娘正处于例假期，很是扫兴，但仍然对胡一轩进行了猥亵。也可能是迷药的药效不行，小姑娘逐渐的清醒，慢慢的开始反抗。白云江见胡一轩逐渐的清醒，害怕事后胡一轩报警，死命的按住胡一轩，不让他挣扎。谭贝贝听到动静之后也进屋帮忙按住胡一轩的双手，白云江用棉被捂住他的头，直到小姑娘没有了动静。大概3个小时后，孕妇谭贝贝再次出现在监控当中，随后丈夫扛着一个大行李箱也出现在画面当中。2个人将行李箱放入汽车的后备箱，而这个行李箱里装着的就是胡一轩的遗体，用来锁住行李箱的密码是谭贝贝的生日。谭贝贝和白云江开车到了偏僻的玉米地，用借来的铁锹将行李箱掩埋在了靠近树林的小山坡上。
2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当晚8点多，二人回到家里，遇到了白露。这个白露是谁呢？白露是白云江和前妻的孩子，年龄和胡一轩相仿。白露在附近学美容美发，偶尔会在父亲白云江家借宿。白露看到二人满身泥土，很是奇怪。白云江解释说是车子坏了，推车呢。晚上，女儿白露被安排在胡一轩被害的床上睡了一整晚。第二天，谭贝贝和白云江一起开车到农村看望公公和婆婆，待到天黑才回家。回到家里看电视、做饭，等待女儿白露回家，一切如常。而这时，胡一轩的家人和朋友到处都找不到胡一轩。第3天，胡妈妈到警察局正式报案。5天之后，7月28日，警察首先在谭贝贝的娘家将她逮捕，然后在一座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子内逮捕了丈夫白云江。谭贝贝1981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大专学历，曾经在韩国留学，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之后呢，在烟台的一家礼仪公司上班，也是在这里认识了丈夫白云江。白云江出生于黑龙江农村，已经离过2次婚，还有一个17岁的女儿白露。当时呢，在那个单位当司机。白云江和谭贝贝认识5天之后就发生了关系，之后呢，2个人的感情火速升温。谭贝贝决定嫁给这个离过2次婚的男人，做他的第3位妻子。但谭贝贝的家人非常的反对，最终谭贝贝和家人闹翻了，2人私奔到了黑龙江，在这里租房生活。在那段时间里呢，2个人很恩爱，白云江对谭贝贝体贴宠溺，把她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不久呢，谭贝贝怀孕了，白云江更加疼爱妻子。谭贝贝的家人呢也接受了2个人已经结婚的事实。谭贝贝的家人认为东北发展的前景有限，建议他们将孩子的户口办理在山东烟台。于是呢，白云江独自一人回到了烟台，办理孩子出生时上户口需要的一些证件，顺便和之前的同事们聚一聚。在聚餐当中，同事们问起他和谭贝贝一起过得怎么样，白云江呢开玩笑说已经和谭贝贝分手了。结果呢，同事一拍大腿说了句分手分得好啊，并且说有一件事全公司都知道，只有你白云江不知道。白云江一听心里一紧，就问什么事。这位同事告诉白云江，谭贝贝和公司里的好几个同事都上过床，还说有一次你们吵架，有一个搬家公司的老板趁你不在，一直在和谭贝贝说你的坏话。当晚谭贝贝和这个老板出去喝酒，那个男老板当天夜里就得手了。这位同事还添油加醋的说了很多的细节，也许是喝了酒的原因，他没有注意到白云江铁青的脸色，内容更加的不堪入耳。完了就跟我俩就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你那回怎么回事？就跟我俩小的细节哈，细节都小了。公司这帮人不都在这玩我一样吗？都面上都跟我俩都不错的，你知道吗？这不都背后里都在瞅我笑话玩我吗？白云江连夜回到了黑龙江，回去质问妻子谭贝贝，而谭贝贝承认了自己的出轨，白云江当场被气晕。谭贝贝对疼爱自己的丈夫感到非常的自责和愧疚，她总想弥补丈夫，但是出轨的事情像一根刺一样，一直无法拔除。白云江一直没有缓过来，变得越来越暴躁，甚至动手打了谭贝贝，但每次打完之后又会一直道歉。谭贝贝一直想办法让丈夫开心，想尽快的让这个事情翻篇。有一次，白云江说自己交往过的女人，包括之前的2位妻子都不是处女。谭贝贝有意无意的跟白云江说，你心里有火得发泄出来，要不我找个处女给你玩玩。原本呢，她是想逗丈夫开心，没想到丈夫白云江认真了，每天催促她去找处女，甚至拿离婚来威胁谭贝贝。再加上对丈夫的愧疚，谭贝贝答应了这个无比荒唐的要求。2人被捕之后经过审讯交代，在胡一轩被害之前，谭贝贝曾经2次给丈夫找处女。第一次骗一个去补课的小姑娘，同样是以肚子疼为理由，让对方扶自己回家。路上呢，他问小姑娘多大了，小姑娘说13岁。到家门口的时候，谭贝贝心软了，让小姑娘回家了。后来被丈夫白云江怒骂，白云江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向下看，用手机指挥着谭贝贝寻找目标。第2次骗另一位小姑娘，把谭贝贝送到门口。这个小姑娘呢说自己有事，
必须马上离开，逃过了一劫。谭贝贝和白云江除了这2次犯罪未遂之外呢，还有2次作案没有成功。2013年6月25日，夫妻2人让白云江的女儿白露把自己的同学苏某带回家玩。丧心病狂的白云江把迷药放在了白露和她同学苏某的杯子当中，把2个人都迷晕了。之后呢，将女儿白露转移到另一个房间，然后要对同学苏某进行奸淫。但由于太过紧张，白云江出现了生理障碍，最终呢没有成功。2013年7月中旬，白云江和谭贝贝一起预谋将女儿白露的同学康某和董某骗到家中抢劫并杀害。为此呢，白云江和谭贝贝购买了手机卡、2个编织袋和一卷黄色胶带。7月19日，白云江和谭贝贝给康某和董某打电话发短信，约他们到家里吃饭，但2人呢都没有前往，计划失败。2013年7月24日，实习护士胡逸轩被谭贝贝骗到家中，与丈夫白云江将胡逸轩残忍杀害并抛尸。谭贝贝和白云江被捕之后，谭贝贝很快就交代了犯罪事实，并且呢带领着警察找到了胡逸轩的尸体。谭贝贝由于怀孕临近生产不能收押，被安排到被害者胡逸轩工作的医院待产。这里呢有很多胡逸轩的同事，很多人都很喜欢那个热心开朗的小女孩。凶手谭贝贝住进这个医院之后，大家心情都非常的复杂，说不出来那种心里那种感觉。如果我不是学医的话，也许我会做出更激动的行为，但是我穿的是白服，我没有那么做。当地的群众知道之后也非常的愤怒，有些热心的群众甚至到医院里当面辱骂谭贝贝，而谭贝贝一直态度自然，对别人的谩骂无动于衷，看着电视有吃有喝，有说有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悔意。采访的时候呢，也是十分的自如。我哪也出不去，就在这好好待着呗，等孩子满月了以后，把孩子送出去，我也该收进你收进来，本身也是我该承担的，对不对？你现在把这个承担说的好像挺轻松的，多想了也没用。丈夫白云江被捕之后一直沉默，拒不认罪。后来听到谭贝贝已经交代了，情绪崩溃，嘴里一直说着骗子，都是骗子。2014年6月16日，佳木斯市中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白云江和谭贝贝为一己私利，连续实施强奸、抢劫、故意杀人，主观恶意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刑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宣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所以谭贝贝被判无期徒刑，白云江被判死刑。2014年11月24日，二审驳回了白云江的上诉，维持一审宣判。2015年1月30日上午，罪犯白云江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了死刑。谭贝贝生下了男婴，满月之后呢，双方的父母都不愿意领养。按照谭贝贝的意愿，这个婴儿被安排到了福利院，后续会被其他的家庭领养。谭贝贝的唯一要求是不要让孩子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在孩子被送走的时候，谭贝贝被捕后第一次流下了眼泪，而这个眼泪不是因为对死者的愧疚，而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流泪。但他有没有想过，另一位母亲养了17年的女儿被他杀害，那位母亲为自己的孩子眼泪都已经流干了。2013年7月30日，华南县人民广场自发聚集了1000多人，很多素不相识的人点燃蜡烛，挂起条幅，为小姑娘胡逸轩送行。条幅上写着“天使女孩一路走好”。以上呢就是这期的所有内容，欢迎收看，我们下期再见。